位球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挑选底板的时候，这个底板的面材究竟对性能会有多大的影响。这里边我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吧，就是维斯这款底板啊，因为后台有粉丝经常问老师帮我看看这几个选哪个呀，哪个品相好啊。那么底板的面材相当于人这张脸，现在都说靠脸吃饭，颜值很重要，无论是找对象找工作好像都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么这个面材对于底板来说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，我个人的观点呢不会超过 5%。 那既然说挑底板看面材，我们不是选美，举个例来说，你说你看一眼这个同学，你就能知道他学习好不好吗？长得帅的厨师炒菜就一定香吗？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。那很多时候呢都是一种心理的影响啊，你挑一个自己看着比较满意的颜值，觉得这个板子就应该好使。其实在挑选底板的时候，不同人应该挑选不同性能的底板，单纯的从面材来看其实非常的片面，影响极其有限。那比如说维斯这款，咱接着说，那我挑维斯的时候怎么挑呢？这个新码的维斯大家可能知道，相对来说比较软，手感比较柔和，控制好，旋转好。那么老一点的码呢，相对来说比较硬挺，比较扎实，发力以后呢单板质量更高，底劲也更大。那么你从绝对的谁好谁坏呢，其实也不好去区分。反正呢老码卖的稍微贵一点，新码稍微便宜点。那也有球友反复在问，这个老师你老说这个老码，什么是老码？哪个码之前算老码啊？一般来说 U 往前的叫老码，V 往后的叫做新码。其实在选择的时候，刚才讲了，有的软有的硬，那你发力好呢，你自然选老码可能更适合你一点。如果你发力不好，有的甚至新手就没有必要花那个大价钱买老码，一点意义没有。其实这个码我觉得比面材的影响要大得多。就像我们想找一个学习好的，那你最好是上清华北大挑，那你在校园里边随便找一个，可能都不会学习太差。那你说你非得到这个什么职业技术大学了，什么中专了，大专了，你到这里边找，你非得挑尖子找，那你这个试错成本就太高了。所以说回到刚才这个话题啊，挑维斯或者挑蝴蝶，这个尤其是扣头面材的，是不是有的人不要太纠结这个面材长得到底是什么样，是黄了还是白了，是木纹直不直啊？这个木纹明不明显呢？什么有没有鱼鳞呢？这种挑面材啊，其实我更倾向于一个是看看重量，看看厚度，敲一敲声音等等这些。我们可能知道这个重量在同一个码当中，一般越重可能越扎实，底劲越大。当然不是越重就越好，有的人你都打不动，你非得挑那么重的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你就挑轻一点的。还有一个呢，挑声音，这个声音有的时候也是个玄学，有人觉得这个声好，有人觉得那个好。其实我个人的观点，简单说说吧，同一个码的话，你敲声音，一般声音比较低沉的、发闷的这种比较扎实，底劲相对来说比较大。你敲的声音，这个音调比较高亢的，这种一般比较通透一点，发力门槛不高。所以说，到底是通透点好呢，还是扎实一点好啊？这个完全看你个人的喜好。好了，关于面材对于底板的影响，简单的就跟大家聊这么多。有不同的观点或者自己的感受，咱们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。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